其实如果记者没有了，然后全部是靠官方的通告，然后来答疑的话，其实它会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谣言就会传得更快。说到底，大家应该讨论的问题是记者去了哪里，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调查记者都转行了，对吧？很久以前他们就去卖东西了，然后就去大厂做公关了啊。对，做你知道哦，这个不能讲，6次不能讲啊，然后那个不能讲，因为毕竟在香港这条红线到底是什么？大家就是拿不定啊。香港的外媒的自我审查也是蛮严重的嘛。或者说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去把握那个线。那如果你教的一个业务特别好的学生，最后就是去做喉舌，然后做的也特别好，你会伤心吗？前段时间你写过自己的那个 Substack， 有一个文章的标题就是新闻记者去哪了？因为这就是国内的新闻的那个贞观最近做了一个嘛，就是那个一个很贫穷死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面的一个公务员想考公的一个女孩。当时的争论，我们圈子里有一些争论哈，但小圈子，当时的一个争论就是两个延伸的话题，一个就是所谓自媒体难道要承担新闻核查吗？当时的争论呢，我实话说，我哪个也不太站，因为我觉得在言论管制的环境下都没有把话说透。一个就是说自媒体你不要对它太苛求，因为它就是要走流量的，它要生存的。那延伸的问题就是，那专业记者去哪了？为什么现在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么多关于民生的事情啊？可是最后的新闻源最后变成了蓝底白字的公安的这个一个通稿，连通稿都不是了，就是公安的一个叫什么 statement， 一个公告。另一方面，大量的专业的记者就好像就不存在了。你是研究这个媒体的，你是从记者转行做新闻教授的，那你肯定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回来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关心国际了，要更关心民生了，那中国现在的这些真正的采访的新闻的记者都在哪里？都在干什么？所以又回到我那篇文章的这个题目：记者去了哪里？对，记者去哪了？记者去了哪里？对的，我当时确实是很大的感慨的。我这个感慨其实来自于的一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看到很多我的前同行，他们都提出了用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标准和要求去要求贞观。那我当时会觉得说，那大家忽略了房间里的大象这样一个问题，然后用这个所有的非常完美的、非常高标准也要求的去要求一个自媒体，对吧？那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好像是偏了方向。那最终的结果，其实也是我担心的。因为我当时觉得说，你们放了那么多的要求，这么多的声音在一个自媒体的身上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他可能就没有生存空间了。那最终他是关闭了嘛，就没有了嘛，消失了嘛。那我会觉得，说到底，大家应该讨论的问题是记者去了哪里，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在这样的新闻事件发生之后，照道理说，只要记者去进行一系列的核查和采访，有一篇深度报道出来，那么事情就已经相对来说就会大家会比较的清楚嘛。但是你会看到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但是那些媒体的报道其实几乎都是只是报道官方的声明。有一些对，有到他的村子村庄，但其实还缺乏了很多的要素在里面。如果拿这些对贞观的严要求、高标准去要求这些新闻报道的来看的话，它还是缺乏了一些要素的。那所以可能回到一个问题，说记者去哪里？那这个没办法，这个确实是没办法。这个就是说，这跟整个的这样一个媒体环境有关系。那一方面是有很多的报道不能做了，然后媒体环境的收窄之后呢，我们都知道调查记者都转行了，对吧？很久以前他们就去卖东西了，然后就去大厂做公关了啊，对，做公关了。所以我们就看过一个数据，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多少，300多个人，高峰的时候，现在好像一个手指也已经差不多2个手指吧，可能或者1个手指吧，能数出来吗？就是数出来了到底是谁。那另外一点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资深的记者的流失的话，即便有这样的采访的机会，如果你缺乏这样的一
长期的这样一个训练的话，一定时间的积累和训练的话，即便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能把稿子做好，这是没办法，这是个恶性循环，对吧？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要有经验的人带着没有经验的人，然后没有经验的人慢慢积累经验。你一下子交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即便有空间有机会，他也未必能够把握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会觉得这确实是目前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嘛。但是你说是记者的错吗？当然也不是了，因为谁都是想，既然做这一行是想把这一行做好的。那我会觉得怎么讲呢？其实如果记者没有了，然后全部是靠官方的通告，然后来答疑的话，其实它会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谣言就会传得更快。或者说大家就会从不同的渠道，然后去积累自己以为的这样一个真相。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怎么打击，怎么对付假新闻吗？假新闻也不要叫假新闻吧，叫 misinformation， 叫错误虚假信息。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会传得更快呀。对，就你没有被核实过的事实，那就是谣言和幻想出来的一些臆想出来的一些。但是如果对于我又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比方说自媒体也好，或者网民也好，如果他去讲述一些东西听到的、听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用这样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去要求他呢？我是比较宽容的，我会觉得啊，那这样就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言论的这样一个空间嘛。明白。我可能甚至更担心的原因哈，正好跟你分享，因为我们都是所谓机构媒体做了那么多年嘛，所以咱们都知道，就当那些前同行用那些专业媒体，我很不喜欢专业这个词儿，我觉得谁比谁更专业呢？你只不过就是拿了工资做这个工作哈，有记者证，对，你只不过就有记者证。那像我们这些原来外媒从来没记者证，我也从来没有啊，我有过在内地采访是有的，我没有，从来没有。那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专业呢？我觉得专业它还是一个专业的标准和手艺，这个手艺谁都可以获得的，就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我知道的有很多做别的工作的小孩子，他们非常有事实核查的能力，有推论的能力，有写作的能力。那我认为这个手艺，它就也劝示了，就是这个公共的媒体素养。这个其实我期待看到的。那么前面咱们那些同行讨论的这些问题，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有空间、有执照，甚至拿了工资在干这个事情的，没有去做这些事情，所谓的 professional、专业的。就职业的这些人没有做这个事情，当然他的问题是审查，还有一个在大量的长期的审查环境下的大家的这个产生的一种惰性，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对，趋利避害，我认为甚至是，当然这叫自我审查，其实是自我审查。对，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是整个简中文世界的这个媒体素养，和你整个现在看到的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消费的内容，就让人觉得太沮丧了。就是我们20年前的、30年前的看到的文本、出的书、写出来的文章都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你怎么评价？我已经没得评价了，我都把话说出来，对，我就没得评价了，对，无语了是吗？对，无语了，对。那你做新闻学院的老师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20岁的孩子的眼睛，干净的眼睛？其实我们作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是说要告诉他，记者应该要做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就像刚才我们不停地提到的一个词，专业标准，对吧？那记者确实是一个有专业门槛的这样一个职业。那除了伦理当然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一些技术类的。技术性的，就什么叫好文章是有标准的，这些有，然后怎么样去核查，这些都是有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有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教给现在的新闻系的学生的。当然偶尔有的时候也会提醒一下他们，你在课堂里面学的东西，肯定到你进入了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工作状态之后，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你会发现，哎，怎么在真实的这个职业环境之下，不可以这么做？那
这个我经常会提醒他们说，对，但是你还要知道什么是对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现在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自打鸡血，然后给别人打鸡血的人哈，那你怎么给学生打鸡血我好像也不打鸡血，我只是告诉他们，应该是怎么做的。然后呢，也会告诉他们现在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他们回来会说：“吕秋老师，我出去做记者，我做不了，怎么办？”好像我也没有遇到，好像还没有遇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学生毕业出去之后，其实都是成年人，他们自己做一个利害关系的选择。可能有的人就会坚守这个原则，然后就离开了，因为觉得无法坚守。那有一些人觉得我可以适应新的环境，然后调低我的标准，甚至放弃标准，然后就继续做下去，也会有。所以整体现在的媒体行业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指哪里？好问题，我们掰开了说哈，简中文吧，先说大陆，但是又要连着说的，因为你在浸会嘛，浸会其实我不知道你的学生构成，但我想的是有不少的是大陆背景的学生，然后也有香港本地的学生，可能还有本科生主要是香港本地的，研究生主要是内地的。对，所以当你讨论这个华文媒体的时候，你怎么给他们讲现在这个行业现状？就大家现在在分析什么，然后你们的就业前景，就说这2个点吧。应该是这么讲，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原则性的一个教学。比方说，我们会教媒体制度。那可以看到，原本香港和内地是2个不同的媒体制度。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分别的话，因为在香港有私有媒体嘛，然后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的自由。那只不过包括媒体所担任的社会的角色，在过往香港的这个媒体新闻媒体，我们只说新闻媒体，它的角色还是守门人、看门狗这样的一个有中国官方的话来说，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新闻主义的新闻的这样一个定义。那在中国内地的话，其实很简单吧，大家如果是读过新闻系的话，都知道你马克思主义这个新闻观的来说，你是作为一个喉舌嘛，这是你本身的这样一个白纸黑字写清楚的这样一个定义，所以2者是不一样的，完全的是不一样。只不过就是说，香港现在正在慢慢的向内地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角色，在向内地的这样的一个所要求的媒体角色在慢慢的靠拢，所以这也使得就是说香港做记者或者说做新闻的这样一个空间也在慢慢的缩减嘛。所以现在等于就是你们等于从制度讨论了，就是回到中国现在最基本的从来没变过的。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作为学生来说，作为一个大学里面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去知道本质的这些东西是非常制度性的，本质的东西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你知道这些制度性的定义或者本质的东西之后，然后你再去看那些变化，或者再去看那些现象，那就会比较的清晰嘛。也比较诚实了，对，而且可能清晰和诚实之后，你自己做你自己的选择，对，然后你自己做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我不可能就是说，去教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职业的选择。那这个有的时候会提供一些建议了，但最终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到最后你还是自己来做这样一个决定了。那如果你教的一个业务特别好的学生，最后就是去做喉舌，然后做的也特别好，你会伤心吗？我好像也没有。说实话，好像也没有，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他觉得满足，那而且我觉得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如果分开来讲，当初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的话，我们的私人交情很好的话，即便可能大家政见不同或者选择不同的道路的话，我觉得一个成熟的社会的话，它不应该是太影响2个人的这个私交的。这理想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学生如果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好像我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感想。那我当然就直接问了哈，因为香港我们都知道，像我其实你想，我03年就去南华早报，那个时候那看着那还是有，就是把香港还是当做一个国际的媒体的自由港来看的。那你一个英文报纸，你对标的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报纸。那眼看着从03年到我离开的是哪一年啊
差不多20年嘛，你就眼看着它变成了什么样，我就觉得香港就在彻底远离，不管是法治还是言论自由还是民主这套制度。那作为我个人，我是非常的替香港难过的。那你正好也说一下，就是你跟香港这么多年的一个连接，因为你本来是上海人，然后你到了香港，然后你其实是成名也是在凤凰。那现在回头再去看香港这个媒体，就是这个时间线拉出来以后，再去看香港现在的现状，你就把你整个这个香港的媒体的兴衰整个讲一下吧。应该是这么讲，我在香港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上海的时间了，所以你其实更多是个香港人。但这个又是个很复杂的身份认同的问题，所以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可能现在对会比较，现在应该是比较会直接冲口而出说我是香港人了。曾经我还是会冲口而出我是上海人。对，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上海和香港其实是很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我应该这么讲吧，我觉得回顾过去的话太烦太难。我最近回了几次上海，然后每一次回上海我都会觉得上海跟香港这两个城市好像呀，尤其是在疫情之后。那包括市面上在经历了疫情之后的这种市面的相对有点变了，就是比方说外国人减少了，然后好像就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那个整个的气氛或者这种感觉就已经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两个城市好像命运相同，输入同归，就会有这种感觉。那如果你说我怎么看香港的媒体，会来觉得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跟内地比嘛，那相对来说还是有好一些的，就现在也还是对，那相对来说，当然它也有我自己个人觉得，或我自己如果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会觉得比在内地可能更不好，我就很难把握的一个地方。比方说，在内地做记者的话，你不能做什么，他是会很清晰的告诉你。那我不会踩红线的嘛，因为他根本报不出来，对吧？对，是有层层的这样的一个牵绊啊，或者这样的一个管理，反而是安全的，因为我不太会犯错。但是在香港的话，它可能就是这条红线就是不是那么的确定，那有可能你的上司或者他觉得 OK， 他觉得你可以做，但结果是不可以做的，那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对吧？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心理负担，这个压力要比在内地做媒体、做记者的话，或做一个编辑，或做一个总编辑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压力要大得多得多。还有一个就是直接的，就是一个退化，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想，可能与求而不得相比，更痛苦的是得到了又失去。所以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好多同行就是比如像我们这些大陆背景的人去了香港，我们好像对获得过自由哈。对，我们应该是从无到有。是的，对，然后从有慢慢到无这种感觉，应该是从无到有，再慢慢没有，可能要更痛苦，是吧？就不叫更痛苦，就更难适应。对，只能说更难适应。其实大家都很痛苦，或者说处境是一样，但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无，然后突然之间要慢慢向无这样一个转变的话，那个要比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要这个就更难接受吧。就这个调试的要求的这个冲击力和压力，或者说它对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要求要更高。对，挺难，就是挺难去处理的。这个包括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跟我那些香港籍的同事。我都不知道怎么劝他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知道，比如说就像你说的，中国的审查是什么样子的，中国本身是后设关，那个没有自由到有自由，你获得的只有空间和力量了，你就想办法去把这个故事爆出来就好了。但是他曾经有，他就不知道原来的这些枷锁在哪里，然后但是一旦告诉他有枷锁的时候，反而会陷入了过度的自我审查。是吧？我就记得我的同事就来直接问我，就说薇薇，我是不是要把我 Signal 上所有的联系人都删掉？我说也不用吧。然后我觉得我在想，我难道还要教他
怎么做筛查和自我审查吗？我不愿意教他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香港记者他们这个的难受？对，就是说你应对的这样的一个进退的一个程度，就是怎么把握，确实是非常的难的。因为你一退的话，就可能直接退到很后面，就不做了嘛，对，或者就自缚手脚了，对，是吧？这会有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能怪他，因为毕竟在香港这条红线到底是什么？大家就是拿不定啊，拿不定。那连我自己也不敢保证说你做这个肯定，包括对我自己，我说这些到底有没有问题，我其实连我自己也不能把握，就不能确保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会觉得反而以前如果你很清晰的有一些指引啊，然后那我会觉得反而清楚嘛。反正你知道哦，这个不能讲，64不能讲啊，然后那个不能讲。对，以前64随便讲的，现在呢还讲还是不能讲。凤凰从来都不能讲。哦，凤凰正好，凤凰是专门一块啊，专门问的。对，所以我早就知道哦，不能讲。凤凰这个很神奇的这个存在要专门讲。对，所以现在香港就是这个状态。是。那香港的国际媒体是个什么状态？现在？我就知道的，不是这也是公开的新闻对吗？很多的都搬走了嘛。然后我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在国际媒体工作的朋友也好，那有人不就拿不到签证，包括著名的袁老师拿不到签证，然后就要离开香港嘛。对，本来我还可以经常去他家吃火锅。对啊，你们还可以经常爬山的哈。对的，而且我觉得外媒，香港的外媒的自我审查也是蛮严重的嘛。或者说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去把握那个线。比方说前段时间关于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事情，对吧？他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雇员，那结果就是因为他担任了这个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然后被炒掉了。但这个里面外人会觉得这是因为北京，但其实这件事情北京根本没有插过手，是他们《华尔街日报》美国总部这边，他们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这个风险太大，或怎么样。其实是麻烦，因为我比较了解国际媒体这些 manager 的思维，他们可能就是觉得麻烦。是，然后你会觉得莫名其妙把自己炒成了一个国际头条，真的是把自己炒成一个国际新闻。那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会越来越多吧。就像我就不开名字了。最近我有个很好的外媒的朋友，就是因为他回了趟上海嘛，然后他的上司就会说：“你怎么能这个不顾安全妄自回上海？”然后现在就想尽办法让他自己走了嘛。然后我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嘛。这样他自己辞职了？他自己辞职了，但是。所以这最终还是几个，一个是这个红线嘛，这话我来说嘛，因为有国安法在这里嘛，什么东西是国家安全，谁也不知道。第二就是这些国际媒体，他们也越来越缺乏应对中国的这种经验，这个也是要耗心力的，你是要去想事情的。是，所以最终还是就是这些政治的压力和审查造成的这些后果，就是行业在退化。因为你想，其实包括我自己辞职的这些人都是做中国新闻做了那么久的。因为我觉得像做中国新闻的话，你必须要对中国要有了解嘛，然后你必须要积累很久的这样一个经验嘛。如果你到最后又是一些没有什么经验的人，然后去报道的话，你怎么能指望他做出比较有深度的，或者说比较平衡的这样一个报道？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国际媒体的中国报道也会越来越退化。那肯定会啊，因为第一越来越少记者在实地可以去实地采访， 对吧？那第二，采访这些中国新闻的记者其实比较参差了啦，对吧？那第三，内地的或者说一些专家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了，是那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做呢？你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专家，那你总不能来来去都是那些专家来去谈论任何的事情吧？对，然后要不就变成万金油，要不就很同质化。有的时候就想对啊，万金油啊，对，我以前做过这个评论员的，所谓时事评论员不就是万金油？是啊，就是其实都知道，就是那个板块，总得有人来说这句话。反正懂的不敢说，对呀，敢说的就是这么几个人。是，但你这样的话，你怎么能让就是说一个准确、真实的这样一个有深度的报道，可以让大家
透过这些报道，然后来对现实或对中国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嘛。嗯。